条视频，叫这个主题和我现在的心情非常契合，叫男生真的会爱女生很久很久吗？我老公刚才气我，我现在心态现在已经崩了。他说他要吃，他说吃饱了，你滚！他说他要吃油炸粑粑。然后这个问题就是可以从2个方面来讨论，一个是会，一个是不会。我们分别从2个方面来说一下这个论点，会或者不会。第一种说法是不会，它是怎么说的呢？这个点是从生物学上讲，男女之间无论是一见钟情也好，还是日久生情也罢，只要让彼此大脑中产生足够多的这个简称叫 PEA， 因为它的英文名字很长，我不想读。那么神秘的爱情也就会产生了。我们平常说的那种来电的感觉就是 PEA 的起作。事实上 ，PEA 这种人体可分泌的化学物质也是一种神经兴奋剂，它能够让人感到一种极度兴奋的感觉，使人觉得更加有精神，更加有精力、信心和勇气。由于 PEA 的作用呢，人的呼吸和心跳都会加速，心跳加快，手心出汗，颜面发红，特别是瞳孔会放大，会判断你是真爱啊还是敷衍的最佳标准。恋爱中的人普遍喜欢山盟海誓，我爱你，我以后一定要带你去周游世界，只要是你想要的，哪怕是天上的星星，我也会给你摘下了等等这样的甜言蜜语。当然，女性属于听觉动物，男性属于视觉动物，这很容易理解。这真的不能说是一种有意的欺骗，因为在承诺的这个时候，一个人深陷情网，会有真的相信他自己会相信自己真的有这样的能力。自信心的空前膨胀是 PEA 的副作用之一。另外一种副作用就是让人产生偏见和执着，丧失客观的能力，坚信自己所选择的正确，只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正所谓情人眼里出西施，就是这种情况。这种情况也是非常容易出现，比如说我老公在我眼里就非常帅哈。爱情其实是因为相关的人和事促使脑中产生大量的多巴胺导致的结果，但是很不幸的是，在人体内产生这些化学物质不可能永远都处在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上。人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总是在试图将人体的状态调整回正常的状态。一旦这些化学物质消失，人也就从之前的纸醉金迷，就那种迷醉的状态中恢复过来。或者说就像我们常说的那样，对他没那么有感觉了。是个别的这种个体差异以及环境差异的这种差别来说，一般来说 PEA 的浓度高峰可以持续6个月到4年左右。那我老公是不是4年之后对我就厌倦了呢？也不知道。平均不到30个月，2.5年，这和社会学调查的数据很接近。而多巴胺持续的时间会更短，导致两性交往过程中心动的感觉像是一条开口向下的抛物线，就是一个拱形嘛，从起点到达一个最高点之后，就会极限向下。我们平常所说的一个人变心了，实质上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而已。所有经过恋爱经历的人都知道，一段长远的爱情仅靠激情是不够的。在轰轰烈烈的热恋期之后，我们需要另外的分泌一种化学物质，一堆英文字母，我还是不会读，叫内啡肽，来填补激情。内啡肽亦称安多芬和脑内啡，是一种内成性的这个类吗啡生物化学合成激素，它是由脑下垂体，就是脑水体吧，和脊椎动物的丘脑下部分所分泌的氨基化合物肽。内啡肽的效果非常接近于另外一种毒品吗啡，是一种镇静剂，可以降低焦虑感，让人感到一种安逸的、温暖的、亲密的、平静的感觉。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男生会爱一个女生很久很久。他是怎么说呢？但是有个前提，就是这个女生也会爱我很久很久，因为单方向的流渠总会有一天会枯竭，就是一个人只爱一个人，另外一个人不爱另外一个人。一个人的努力永远没有办法解决2个人的关系，单方面的喜欢是一个人的事儿，是一件盛大而又微微的事情。你很想说出自己的内心话，却只能小心翼翼地把持好聊天的分寸。你会尽力地去了解对方的喜好，讨厌什么，喜欢什么，然后尽量地去找共同的话题，避免尴尬。你会努力地适应对方的性格，然后收敛自己的脾气，尽心尽力地讨好着。每一次你都会满怀期待地靠近对方，只有在心里做好了随时离开的准备。你明知道希望渺茫，却硬着头皮往对方的世界里闯，直到头破血流，心灰意冷。不知道有多少次，你总想说出那句我想你，想和你在一起，最后只能默默叹了一口气，告诉一声算了，我们根本不可能在一起。有时候你会很佩服自己的勇敢，为了一个人辗转难眠，为了一个人失去自我，为了一个人甘愿承受所有的苦。可那个人终究不会爱你，可其实有再多的不甘心也无济于事。慢
慢慢长大后，你会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世界上有一种感情叫做爱而不得，有一种遗憾叫做得不到忘不了。我老公放屁，滚死！滚！吃了个油炸粑粑，真香。大家都应该有喜欢过一个不喜欢你的人的经历吧？一开始你会心怀激动的小鹿乱撞，然后你会感觉到责任重大，恨不得给这个人全世界。再后来你会开始小心翼翼，如履薄冰，直到后来你知道不可能的时候，你会心痛到崩溃。我说的心痛不是矫情的形容词，是生理程度的心痛。故事刚开篇，伤心的结局已经写定，你精心编纂的信息他不会回复，你在心里幻想跟他的一切，见面却只能说你好，你对他的好他看了只觉得是负担。就算他和别人暧昧，你也没有嫉妒的资格。也许你说我小题大做，是的，这件事情只要不是发生在你身上，你永远都会觉得为了一个人没有必要。但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因为那个人了，你会有很多情绪突然涌上心头，我好失败呀，我还是不够好，为什么没有人爱我？我还能找到一个人共度余生吗？果然就像我这样的还是不招人喜欢啊！挫败感、失落感，再加上自我怀疑和否定，合在一起的力量会把你压垮。好死不死的是，我是天蝎座，天蝎座是喜欢滚。天蝎座是会喜欢上一个人，真的是不要命的那种。我会把我的一切都给你，你一句话，我愿意为你上刀山下火海。但自从喜欢上你，我的整个世界都在围绕你转。你喜欢一个人的时候，你的情绪十分丰富，想告诉这个人关于你的一切，想去了解这个人的一切，想去告诉我这个人我喜欢你，喜欢的有多么辛苦，想要和这个人说我所能为你承担所有。但是每一句话你都不能说，因为你说了就是打扰别人，你说了就会给别人带来困扰。然后呢？然后你要选择了把这一切咽下去，你选择自己消化，你选择了在深夜里咬着被子痛哭，你都不知道你在哭什么。我知道。你别吵吵，我等着你。吃个粑粑没扎熟。气死了！臭狗屎啊！臭狗屎！你都不知道你在哭什么，为何为好事流泪？谁能凭爱意要富士山私有的？说的应该就是每一个在感情中高投入和认真的人吧。情深不寿、感情丰富且炙热的人，最后大概率都是伤了自己。这么多年下来，我得出一个结论：用情越深，越容易像垃圾一样被踢走。虽然我生理年龄还年轻，但是心理年龄已经很老了。心头那个小鹿这么多年也撞残疾了，说瘸了。他瘸着腿，包着头，戴着眼镜，一口又一口的抽烟，痛饮一杯苦酒，然后对我说：“求求你，别再这样了，我经不起折腾了。”有过这样经历的人一定深有体会。我内心总有一个声音会告诉我：“再去一次吧，再试一次吧。”但是我更深处总还有着更深的恐惧告诉我：“算了吧，别闹了，别折腾了吧，折腾不起了。”一次次自己咽下的苦果太多了，那就这样吧。一定要等到那个自己喜欢自己，才允许心中已经撞残疾的小鹿再雀跃一下。对不起，我就是这么没出息。我喜欢一个人的前提是，一定是这个人同样喜欢我。有时候并不是爱情经不起考验，而是失望已经攒得太多太多了。最后，我想总结一下关于这个话题最后的一个结论，就是真正的爱情是需要激情开始的，但激情终会褪去。之后，爱情就需要变得理智，变成一种责任，一种付出，让爱情升华成为亲情。人世间最伟大的其实是亲情，彼此成为亲人，让爱情充实，当做调料，那么两个人终将白头偕老。很多人总是抱怨结婚后没有了当初谈恋爱时的感觉，其实那只是升华为亲情的时，人们还一味地追求着爱情，追求着新鲜与刺激，却忽视了亲情才是爱情最终的归宿。